我的青梅长相堪比大明星，追求她的人能从家门口排队到早。有一天，我问她能不能让我插个队，她朝着我翻了个白眼，说我有病。好，说我有病是吧？林之夏妹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当一个疯批，将你的桃花都斩尽。从那以后，只要有人给林之夏告白，我就会从中作梗，我就会扯开嗓子嚷嚷了。林之夏经常10天半个月不洗澡，而且还有香港脚，鞋袜一脱，10里飘香，能熏死人。每次我这样说林之夏，林之夏就会暴走。大沉默，你找死啊！我和林之夏算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，她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儿子，不止长得漂亮，学习成绩还相当优秀，追求她的人更是层出不穷。每次进到教室，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课桌里的别人送的早餐扔给我。跟在林之夏身后，我用节省下来的早餐钱买了很多自己喜欢的小卡片。当然，这一切我也不是白得的，很多时候我都会帮着林之夏帮家里的活给干完，让她得以安静学习，甚至有时候还要替林之夏挨打。他爸酗酒，重男轻女，可偏偏他妈身体不好，就只生下了他一个女孩子，还想再要弟弟，已经是不可能。为此，他爸喝醉酒动手打他妈。那天放学，我刚走到他家楼下，就听见里面传来摔东西的声音，我心里一紧，拔腿就往楼上冲。推开门就看见林之夏爸举着酒瓶子，脸红得像猪肝，对着林之夏妈骂：“你个没用的女人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我这辈子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娶了你这么个肚子不争气的。”林之夏妈妈缩在墙角，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，却不敢出声。爸，你别骂我妈。林之夏站出来，攥着拳头，眼睛瞪得圆圆的。妈是最好的妈妈，我也不是赔钱货。你自己没本事就知道欺负女人，你才是天底下最窝囊的男人。饶了你了！林之夏爸被戳中痛处，把酒瓶往地上一摔，伸手就去拽林之夏的胳膊。今天我不打死你这个小畜生，我就不姓林。他妈妈让他忍一忍，说等他爸酒一过去就会好了。林之夏却是不肯屈服，一边哭一边抹眼泪。妈，你忍了这么多年，他有收敛，有变好吗？我见状，想都没想就冲上去，一把抱住林之夏爸的腰，大之夏快跑！可林之夏站在原地没动，眼泪掉下来，却咬着牙说：“我不跑，有本事你就打死我，你打啊！”小兔崽子，还敢拦着我！林之夏爸爸回头瞪我，伸手就去解皮带。我看你是活腻了，今天连你一块打。就这样，林之夏爸爸手中的皮带狠狠抽在我身上，抽得我皮开肉绽，哇哇乱叫。最后还是我爸妈冲了过来，才阻拦下这场悲剧。我妈给我上药的时候，还说我脑子不灵光，别人都拿着皮带抽我，我还不知道跑。我说我不跑，我跑了之夏怎么办？我妈就和我说：“小兔崽子，我知道你喜欢之夏，你不会带着之夏一起跑啊！”我听了这话，立马脸红。我说我才没有喜欢之夏，我只是不想看着之夏挨打。我妈没有责怪我，相反，她很心疼林之夏。每次她来我家写作业，找我玩，我妈看到林之夏身上的伤，就忍不住说：“闺女，疼不疼？”林之夏总是嘴硬。阿姨，一点都不疼。我妈帮林之夏上的药，看着他被打成这副样子，就忍不住抹眼泪。可那个年代，家里的父母哪里有什么发言权？当时只要说出离婚2个字，都会被当成是一种罪恶。林之夏也曾经劝过他妈，让他妈和他爸离婚。他妈听到这话，就生气骂林之夏：“你这死丫头片子，是不是疯了？离婚？你想让我被街坊邻居戳脊梁骨？妈，我不守妇道吗？我这辈子就算烂在这个家里，也不能落个泡夫的名声。”林之夏的妈妈气不过，第一次动手打了林之夏。林之夏在那个男人数次毒打之下都没有落泪，可这一次，林之夏流下了眼泪。从这以后，林之夏再也没有劝过他妈妈。到了大学，林之夏基本上就切断和家里的联系，他靠着勤工俭学上大学，放寒暑假也基本上不怎么回家，都在外面打工赚钱。我妈心疼林之夏，每次给我打生活费都多塞200，还特意打电话叮嘱默默，之夏这孩子不容易，你多照顾着点，别让他累坏了。要是他钱不够用，你就先给他垫上，妈再给你补。上了大学的林之夏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他总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阴郁劲儿，那双漂亮的眸子冷冷的，谁跟他说话都得小心翼翼，生怕被他的气场冻着。他身材高挑，皮肤细腻，五官精致无比，就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，都可以让万物失色，成为当之无愧的校花。追求他的人更是能从学校门口排到法国。每天他课桌里的情书零食能堆成小山，收拾课桌，抱着一大摞情书调侃：“之夏，你这情书要是拿去卖废品，咱俩能去校外吃顿好的。”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和他的关系不错，又确认我们不是情侣关系，所以很多人都想通过我认识林之夏。可直到有一天，我问林之夏：“可以让我插队吗？”林之夏白了我一眼：“我神经病啊！什么？我有那么差吗？”连我也拒绝，我气坏了。自那以后，只要有人找到我要他的联系方式，我就对外说林之夏香港脚不洗澡，鞋袜一脱能臭熏死人。这话一放出去，追求林之夏的人果然少了很多。林之夏知道后，不仅没生气，还笑着说：“沉默，你这招挺管用啊，终于没人烦我了。”可没清静几天，大学论坛上就炸了，有人发了个帖子，把林之夏的身世全爆了出来，说他爸是酒鬼，经常家暴他和他妈，他童年过得特别惨，上大学全靠自己勤工俭学。这个帖子被爆出来，一下就被顶到了学校论坛热门。原本我释放出林之夏是一个香港脚不洗澡的事情，很快就被众人无视。更离谱的是，学校里的那帮花痴男同情心直接泛滥成灾，每天林之夏寝室楼下都围着一群人，有的要帮他打水，有的要帮他占图书馆座位，还有的直接把钱往他手里塞，说：“之夏，你要是缺钱就跟我说，别委屈自己。”林之夏被烦得快疯了，找我论打。沉默，是不是你把我的事爆出去的？你泄露我的隐私，我跟你没完。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林之夏这种淫威之下，当听到林之夏对我发动追杀令，我第一想法就是赶紧找个地方避一避。但我低估了林之夏在学校里的影响力，我原以为男生宿舍是安全区，毕竟她一个女生总不能冲进来抓人吧。可我忘了，这姑娘现在是学校里的校花，身后跟着一群舔狗追求者，那帮人恨不得替她摘星星摘月亮，更别说抓个人了。那天我正躲在宿舍打游戏，门突然被砰的一脚，5、6个男生涌了进来，
直接架起我的胳膊就往外拖。我挣扎着喊：“你干啥？我跟你都无冤无仇的！”领头的男生一脸谄媚：“兄弟，对不住了。知夏姐说了，谁能把你带过去，那就愿意跟谁吃顿饭。”我瞬间懵了，这林之夏为了抓我，居然还搞起了悬赏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就被他们推到了林之夏面前。她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，站在树荫下，眼神冷得像冰。那帮男生立马围上去邀功：“知夏姐，人给你带来了，你说的那顿饭。”林之夏就说了一个字，那帮男生立马识趣的跑了，生怕惹他不高兴。接着他伸手揪住我的耳朵，力道大的我龇牙咧嘴。沉默，好了，你不是挺能考的吗？我对他说道：“之夏，天地良心，你冤枉我吗？论坛里那个帖子不是我发的。”林之夏冷冰冰盯着我。沉默，你觉得会相信你吗？在这所远离我们家乡的大学，只要你知道我家里情况，不是你还有谁？之夏说的没错，在这所远离我们家乡的大学，只有我知道他的底细。当初我知道他要报考这所大学，我也悄悄填了这所学校。我和他是南方人，来到北方这座天寒地冻的城市上学。刚开始来，我还有些不习惯。我妈和我说：“小兔崽子，你那点心思可都写在脸上。要不是喜欢之夏，你能跑那么远吗？”不是你，还有谁？你和别人说过我的事情吗？他问我，我知道这是属于他个人的隐私，也有不少人问过我，可我从来就没有和别人说过。真不是我，我急得站起来，我要是想发，早就发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？谁知道你暗的神心？林之夏站起身，语气带着一丝嘲讽：“小时候你为了一颗大白兔奶糖，都能把我躲猫猫的地方告诉别人。现在为了点蝇头小利，把我的心思卖出去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”听到这话，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我盯着他，声音都有些发颤：“林之夏，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为什么告诉你藏身地吗？”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别过脸：“我管你为什么，反正你就是出卖我了。”那是因为你最喜欢吃大白兔奶糖。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。当时小胖说，谁能找到你，就给谁一颗奶糖。我知道你馋这个，就故意告诉他们你的位置，想着把糖拿过来给你。可你那时候气得不理我，我只能把糖藏起来，等你消气了再给你。我顿了顿，眼眶有些发热。那天下午，咱们坐在老槐树上，你吃着奶糖，笑得眼睛都眯起来，还把糖纸叠得成977递给我，让我帮你收着。这些你都忘了吗？林之夏的肩膀颤了一下，他转过身，我看见他的眼眶红了。沉默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同情我。我不需要那些男生假惺惺的对我好，也不需要别人知道我的过去。我只想安安静静的读完大学，离开那个家。这些你不懂吗？这次你真的让我生气了。他说完话，头也不回的转头就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想要追上去，可半天我还是没迈出脚步。现在他正是处于气头上，我就算追上去，也不会起什么作用的。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到发帖的罪魁祸首。我有些心灰意冷，朝着宿舍走去，打开了电脑，找到那个帖子。那个人的 ID 也很简单，叫陈同学。我看到这个帖子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明显是奔着抹黑我来的。这肯定是我的情敌，为了追求林之夏使出的卑鄙手段。看着这足足有上万回帖的帖子，我尝试着给博主发了私信，想要获取对方的联系方式，和对方见一面。可是我发出的消息石沉大海，我还在帖子里发了很多询问的消息，但这个陈同学都没有理会我。我知道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还是想找到林之夏解释这件事。可林之夏却根本不见我，他的室友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，说帖子是我发的，也不理会我，还说我真是多事，背负这么大的冤屈，我心里很难受。越难受，我就越想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我一连在林之夏宿舍下蹲了好几天，都没有见到他人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妈从老家邮寄了她亲手做的特产，这是在北方这座城市吃不到的东西。我第一时间就给林之夏发了消息，让林之夏来领特产。可发出去的消息还是石沉大海。我妈给我邮寄特产之时，还告诉我一定要让林之夏吃到。没办法联系上林之夏，我只好拎着我妈给我邮寄的特产来到他宿舍楼下，想着让他室友给他带上去。可刚到他宿舍楼下，我却忽然看到林之夏和一个男生站在一起。这人我认识，是学校论坛里大家公认选出来的校草，他叫沈昊天。我看见他动作亲密地给林之夏戴上围巾，林之夏并没有抗拒，两人站在一起，颇有一种郎才女貌的感觉。和沈昊天相比，我自然是比不过。他不止长得高帅，还是学生会主席，品学兼优，听说家庭条件还很好，家里是开公司的。如果林之夏和他在一起，应该会被照顾得很好吧。或许这一次我真的该退场了。我内心有些失落，转身打算离开，却在这时候身后传来一道叫声：“沉默，你站住！”我扭头看去，就看到林之夏朝着我走了过来，身后的沈昊天也很快跟了上来。我看着眼前的两人，我勉强挤出一抹笑容：“之夏，这是我妈让我给你的家乡特产。”我不需要沉默。从你将我的家庭情况公之于众之时，我们就不是朋友了。你以后让阿姨不要给我寄东西，免得辜负阿姨的期望。还有，你以后不要来找我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林之夏面色冰冷说道。他这一番话像是锋利的刀尖刺破了我的心脏。这一年刚好是我们上大二，我和林之夏从生出来的一刻就有了牵绊。我们小时候一块玩，一块上学。为了保护林之夏，我不知道被他爸打了多少顿。为了给林之夏买生日礼物，我也会去捡瓶子，而林之夏也会辅导我学习，帮着我，不让别的孩子欺负我。19年的感情，在这一刻说断就断了。旁边的沈昊天冷笑看向我：“沉默，你的人品可真差。我听说你追求过之夏，可之夏这种女孩，是你能配得上吗？别人拒绝你，你就曝光别人隐私，你这种行为可真 low 啊！”他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教训我，可我和林之夏的之前的感情，什么时候容别人插手和评价？我没忍住心里的愤怒，抬手就给了沈昊天一拳。这一拳正好砸在沈昊天的面颊上，他发出吃痛的声音，漆黑的眸子里透着一股阴鸷。你敢打我？老子打的就是你！我再次冲上前去，准备对沈昊天动手，可这一次林之夏却拦住了我。他上前将沈昊天护在身后，一把推开我。
冷了声。够了，陈默，你现在还会打人了是吧？林之夏蹙着眉，冷脸看向我。这一刻，我如坠冰窖。是的，我配不上林之夏。林之夏是学校里的10佳学生，每年都拿最高奖学金，还参加各种赛事获奖。除此之外，她有着漂亮的天鹅颈、直角肩，有着高挑的身材，让人叫绝的气质。而她身边站着的沈浩天，学校里的学会生主席，家中富裕，长得帅气，眸如星月，学习成绩也常年名列前茅，天生的公子哥长相。林之夏或许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。是够了，如你所愿，林之夏以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我说完话，扭头就走。作为男人，我内心也有最后一丝尊严，这一丝尊严也不容人践踏。林之夏，我们19年的牵绊到此为止。回到宿舍，我将我妈邮寄给我的特产打开分给宿舍的室友吃了。从这一刻，我也算彻底解脱，不用为了林之夏的事情操心。以后他是他，我是我。尽管已经清晰明白了这一事实，我心里却仍旧会觉得无比难受。这一晚，我躺在床上，没有任何睡意。室友们喊我玩游戏，我也没什么心情。大概第二天一早，室友就喊我，让我快看学校论坛里的帖子。我从床上下来，凑近看了看，帖子的意思大概就是郎才女貌，金童玉女，天作之合，他们终于在一起了。另外副标题：卑鄙小人，还妄想破坏别人的感情。帖子打开后，我看到很多人祝福林之夏和沈浩天，也有不少人踩我，说我无耻小人，还动手打校草，不就是追求不成，恼羞成怒吗？我室友看到这个帖子，顿时气愤如火。这沈浩天太卑鄙了，这帖子肯定是这家伙雇人发的，这明显抹黑你啊，老陈。老陈，你和林之夏才是青梅竹马，林之夏是属于你的，我要是你，绝对将林之夏追回来。没错啊，老陈，我们支持你。我听着室友的话，嘴上说着不在意，心里却酸酸的难受。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呼吸都上不来。我让室友们以后别提林之夏，我和林之夏已经是过去式，没有关系。室友们见我心情不好，也就没有继续说这件事。可让我没想到的事情发生，大概下午2点，辅导员喊我去办公室，问我是不是动手打了沈浩天。我点头承认，我的确打了那个孙子。你承认打人就成，年轻人还是不要太冲动，这是学校给你的警告处分。你要是没什么意见，就签字吧。我听着辅导员的话，心里骂着沈浩天这个鬼东西。这次我和沈浩天的交手，我算是彻底落败。不止林之夏和我断绝了关系，我还受到了学校的处分。处分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学校，室友们知道，义愤填膺还说要帮我出手教训那个孙子。我不想连累其余人，摆手说算了。从这以后，我和林之夏的联系逐渐减少，但我心里一直藏着一根刺。这件事其实从头到尾，我都是被冤枉的。就算不为了林之夏，我也要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。我开始关注那个发帖子的 ID， 并且自学计算机技术。每次上完课，我就坐在电脑前导读，开始自己学习编代码。室友们看到我如此美好，还以为我陷入了疯魔的地步，他们怕我憋坏，就带着我出去玩，参加一些联谊活动。不过我对这些事情也都没有什么兴趣。期间还有一个女孩和我表示了好感，但我却对那个女孩没什么心思。我不打算耽误别人，就明确表达了自己意思。终于在我钻研2-3个月后，我的计算机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。也是这一日，我有新的发现。虽然之前曝光林之夏的那个帖子已经删除，但我已经搜查到那个 ID 所有账号、所有帖子，并且保存了相关信息。我找到号主在别的平台发的一些照片，很快就发现了这些照片和我们学校外面的建筑很像，由此基本上可以确定，这人不出意外应该住在学校外面，而且还住在我们学校附近。一般来说，读大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住校，但不排除本地大学生有一些走读的，当然这是极少数的。我首先根据照片上的内容在附近搜查了一番，寻找和照片上一样的建筑。不多时，我就找到了相似的建筑图片，但是我不确定这家伙住在哪里，所以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在网吧蹲点。要发帖，肯定就需要在网吧发动，毕竟这年代有电脑的人实在不多，大部分都只能在网吧发帖。可是我在附近的网吧一连蹲了数天，都没有发现可疑人物。我忽然发现自己的追踪方法可能错了，这人根本就不在网吧里发帖，而是有自己的私人电脑。能有钱住在校外，还有电脑的同学，也着实不是很多。我脑海里很快就发现一道身影，沈浩天。这家伙基本上符合这些条件。我尝试着从沈浩天下手，我打算找个时间跟踪一下沈浩天这个孙子，到底是不是住在学校外面。正当我认真准备自己计划时，我室友忽然走了过来，拍了下我的肩膀。老陈，晚上有晚会，你去看吧。今晚可是有舞蹈学院的学妹跳舞啊。室友一脸期待的样子。没兴趣，我回答。今晚的主持人你知道是谁吗？室友凑过来说道。谁啊？沈浩天和林之夏，你的青梅竹马，你打不算去看看吗？无聊，没兴趣，我继续捣鼓。对呀，晚会有什么看的？不知道你们最近关注新闻没有？最近发生好几起离奇失踪案件，失踪的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，连我们学校好像都还有一个。另外一个室友说道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你们不知道也正常，你的脑子里除了学妹跳舞还有别的吗？那个室友听了这话，不禁有些莞尔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学校里离奇失踪的那个女孩子就是舞蹈学院的系花，听说以前还追求过沈浩天，但却被沈浩天给拒绝了。她叫苏小小，她失踪的事情被学校压下，一直没有往外传。室友说的有些玄乎，我也是当成故事听。那个室友还觉得我们不相信，就凑上来。你们不信，看看网上传说失踪的女大学生的照片，哪个不是极品长相啊？我另外2个室友凑上去看了看，两人发出惊呼的声音。的确漂亮，特别是这个苏小小，长得真好看，不过眼神不怎么好。你怎么知道别人眼神不好？眼神好能看上沈浩天那孙子吗？在痛恨沈浩天这孙子这件事上，我3个室友算是和我统一了阵线。我心思却是忍不住沉了沉。苏小小表白沈浩天，然后发生了意外，离奇失踪。那这件事会不会和沈浩天有关系呢？我让室友将手机给我看看，室友递给我，还说我装清高，刚才不看，现在看。我没和他斗嘴，看了照片上的苏小小，长得的确清纯漂亮，这么漂亮的女孩，居然看上了沈浩天这孙子，的确眼神不行。我盯着看了一阵，将手机还给了室友。室友和我道：听说今晚沈浩天这孙子会在晚会上和林之夏表白，那今晚可就有看头了。他们闲聊着，
我假装没听见。到了下午，我从宿舍出去，经过一番简单的打听，就知道沈浩天所在。喜欢沈浩天的花痴女也不少，但沈浩天找对象的标准很高，一般的女孩他是看不上的。我乔装打扮了一番，跟踪沈浩天往外走去。到了学校外面，我果然就看到他进入了一个小区。这一处小区环境十分的高档，在这座城市算是有钱人才能居住得起。我因为没有门槛进不去，和保安闲聊了几句，给保安发了几支烟，有意无意聊着小区的情况。保安和我说道，这小区的确都是有钱人住的。当得知我是小区不远处的那所大学的大学生时，保安立刻就说道，你们学校里就有一个学生住在我们这里，家里给买了，大学就给买了房，真是有钱啊！通过和保安的闲聊，我基本上可以确定沈浩天住在校外。根据保安说的，他还有一辆小汽车。我心想这孙子真是有钱，日子过得美滋滋。确认心里的猜想后，我回到了宿舍，继续钻研起电脑，开始研究起面的号主阿姨，又找到他发的不少东西，这些都是有关联的。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，我在论坛里找到了好几个相关的帖，甚至曝光沈浩天和林之夏在一起的帖，好像也是沈浩天自己发的。没想到这种东西表面上看起来人模狗样，背地里居然玩如此阴狠的手段。我将他发帖整理了起来，终于算是让我找到了证据。我长舒口气，忽然感觉心情轻松了一些，毕竟被人冤枉了数月，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。如今抓住机会，正是我证明自己清白之时。此时时间已经到了晚上9点，晚会应该也快结束了。不知道沈浩天有没有和林之夏公开表白？就算表白了又怎么样？如果我将沈浩天做的那些恶心事情告诉他，相信林之夏应该不会和他在一起。我喝了口水，现在我才明白过来，学校里除了我知道林之夏的家庭情况，别人怎么可能会知道？只要我不说，林之夏自己不说，这件事在学校里就永远不可能曝光。但他还是曝光，说明有人在背后搞我，有时间有钱去搞我。就只有沈浩天一个人，他估计让人去私下调查了一番林之夏的身份背景，又知道我和林之夏关系不错，才有了那个帖子的事情。是他让我和林之夏关系破裂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他阴谋已久的事情。我闲着无聊，继续用搜查沈浩天其余的案底，很快就有新的发现。无意中我又发现沈浩天的另外一个小号，小号里有一个相册，出于好奇，我将这个相册给点开了。都是个顶哥的大美女，照片有生活照，也有私密的照片，而且里面还有沈浩天和这些美女的合影，其中就有苏小小，两人显得亲密无比，就像是情侣一样。之前室友不是说苏小小和沈浩天告白，然后被沈浩天拒绝了吗？怎么从照片上来看不是这么回事？两人的关系和动作明显都很亲密，这是情侣之间才会做出的举动。相册里还有不少苏小小的私密照片，这明显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的。联想到室友之前说的苏小小遗弃失踪，我忽然感觉后背脊上一股寒气。我快速将室友发给我的那则新闻看了看，等我看到新闻上的内容，又对比了几个女孩的照片，我当时感觉浑身冒着冷汗。难道这些女孩的离奇失踪都和沈浩天有关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结果。联想到今晚上沈浩天和林之夏表白，而林之夏也是一个长得绝美的女孩，那林之夏会不会也是沈浩天的猎人？我心绪涌动，当时就往外面，室友从外面回来，刚看到我就说道：“老陈，你今晚上没去太可惜了。沈浩天今晚和林之夏表白，林之夏没答应，沈浩天丢脸丢大发了。你当时没在现场，不然的话肯定牙齿都要笑掉。”我听到室友说林之夏拒绝了沈浩天的表白，忽然松口气，说道：“太好了。”那当然太好了，今晚沈浩天就会成为我们学校的笑话。室友说着话，还给我看了现场视频。视频中，沈浩天单膝跪地，认真至极开始表白，但林之夏几乎没有任何的迟疑就拒绝了他。我正在爱他，耳边响起室友的声音：“老陈这么大的喜事，你难道就不该好好庆祝一下吗？”我没时间和室友说这个话，我想先确认一下林之夏的安全。我给他去了一个电话，电话拨打过去，林之夏没接我电话，电话提示关机。我来到林之夏宿舍楼下，找到了他的室友，询问林之夏回来了没。林之夏室友告诉我说，人没回来，好像跟着沈浩天一块出去了。出去了？林之夏不是拒绝沈浩天了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可能是庆祝今晚宴会成功，大家一块出去了吧。我心想糟糕不好，我急匆匆跑了出去，掏出身上仅有的钱给了保安。保安让我进了小区，告诉了我沈浩天住在哪里。我来到他家里，踹开了门，发现家里并没有人。下了楼，见到了保安，我十分着急询问有没有看到沈浩天开车出去。保安说看到了，并且告诉我车牌号。即便这样，我还是找不到沈浩天这个人。我脑子一转，快速报警了。警方出动速度也相当快，他们通过监控很快锁定了沈浩天的车子，并且通过监控，我看到林之夏不省人事坐在副驾驶，脑袋是歪着的，很明显是被沈浩天动了手脚。我心里祈祷林之夏千万不要出事。我坐在警车上，警察忽然和我说，这女孩是不是叫林之夏？我听了这话，点点头，面色微变。她是叫林之夏，她怎么会报警？警察告诉我，具体不知道。她话还没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我心思沉了沉，难道林之夏知道自己会出事，所以就报警？但报警的时候被沈浩天给发现中途了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心里越发担心林之夏的安危。我很快将沈浩天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提供了给警方，警方高度重视。不多时，我们就来到了一处乱尾门，车子刚停下，我就压制不住心情冲了进去。身后的警察提醒我小心点，可我顾不了那么多，我整个脑子里都是想着林之夏千万不要出事，我宁愿自己出事，也不想林之夏出事。我冲到里面，就看到昏迷不醒的林之夏被绳子捆在柱子上，而沈浩天手里有一把刀子，他正准备做变态的行为。我狠喝道：“沈浩天，你他妈的干什么？”随即我就冲了上去。沈浩天看到我了，明显有疑问，我们很快就扭打了一起。扭打间，沈浩天的刀子刺了我一下，我失痛倒在地上。沈浩天像是一个疯子喊道：“你怪我好事，我现在就要你的命！”他拿着刀子跟着我胸口刺来，却在下一秒，一道砰的声音响起，身后的警察也到了近前，一枪打在沈浩天上。沈浩天疼得在地上打滚，发出惨叫声。警察很快就上前来将沈浩天给按在地上。沈浩天发出嚣张的叫声：“你们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爸是沈刚，你们拿我没办法。”沈浩天被带走后，我看着被捆着的林之夏，对警察道：“快救他！你的情况更严重，先送你去医院。放心，
他我们也会救的。听到这话，我总算是安心了。最后因为失血过死，我昏死过去。等再次醒来，我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。你醒了？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，我扭头看去，就看到了林之夏站在我旁边。你没事吧，之夏？我没事。林之夏说道，他眼眶忽然就红了，眼泪止不住就下来。我听说你为了我和拿着刀子的沈浩天扭打在一起，下次你不许这样做了。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先保护自己的安全。你的安全在我心里更重要。我说道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傻。对了，之前曝光你家庭信息的人根本不是我，是我想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林之夏让我省点力气。不用说了，他说他知道了。其实他早就知道沈浩天有问题。林之夏说自己和苏小小大一时候就曾经是一个社团，两人关系还不错。后来苏小小和沈浩天表白，苏小小分明告诉我，沈浩天答应了他的表白，可沈浩天对外却拒绝了苏小小。两人在一起没多久，苏小小就离奇失踪。失踪之前，苏小小还给我发了条短信，说了再见2个字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苏小小。所以你就以身涉险，故意接近沈浩天？我问道。我想查出真相，就故意接近他，和你断绝关系。我也是为了蒙骗他，获取他信任做的。林之夏说道。我听了林之夏这一番解释，才恍然明白了过来。你以后不需要这样做，太危险了。我说道。林之夏点头。我以后做这些事会和你商量的。后来我也问过林之夏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说苏小小也是原生家庭不幸福，可以说是两个同病相怜的女孩子。林之夏也是因为这一点，才打算出手调查真相。而沈浩天也被抓了进去，证实他就是一个变态，心有私欲，专门挑漂亮女孩折磨。折磨够了，他就不要了女孩的命。从新闻视频里看到沈浩天被带着去指认抛尸现场，不出意外，沈浩天就肯定会被判处死刑。至于他爸沈刚，估计也没什么好下场。此刻，我和林之夏的误会算是彻底解除，我也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想到这，嘴角忍不住露出一抹笑容。我妈这时候拎着饭盒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她脸上堆积着笑容。你们解开误会就好了，以后可要像以前一样和好如此。你们俩可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，知道吗？我和林之夏同时点点头。大概住了1个月的医院，我才出院。这1个月里，都是林之夏照顾我。我妈因为有事情就先回去了。后来，我找到机会和林之夏表白，林之夏也答应了我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们回到南方老家，着手做起了一些小生意，生意也做得不错。而林之夏的爸爸，则是因为喝酒过度，酒精中毒，最后离开了人世。林之夏虽然对他妈恨铁不成钢，但还是放不下自己的妈妈，让他妈妈给接过来一块煮。对此，我也没有任何意见。相反，这样的林之夏才是一个完美的他。